这是韩国影帝崔明植主演的电影《奇怪国家的数学家》，在韩国上映第一天就受到了热烈的反响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，多数观众也给出5星10分的好评，更是在那一年打败了新蝙蝠侠，荣登韩国票房榜首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数学家能战胜蝙蝠侠的超能力。在韩国上了不同的高中，意味着不一样的学业天花板，也意味着未来的不同。在学历至上的社会环境下，私立高中无疑成为升入名牌大学的最好跳板。不过这种贵族学校学费也高得吓人，几乎都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在竞争。为了回避一些问题，这些学校在入学考试中引入了社会关怀这项选拔典型，而小帅就是通过这个选拔进入了私立高中。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，在贫民窟的单亲家庭长大，在这个聚集尖子生的学校里，小帅艰难地努力追赶着同学们的步伐，可数学却是他的短板，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都被同学们远远抛在最后，这无疑会影响班级的升学率。班主任也劝小帅转学。回到家里，看到妈妈为了生活每天还得去应酬公司安排，还有妈妈对自己充满期待的样子，小帅没有说出在学校的情况，他不能转学，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小帅帮寝室同学偷偷出去买东西，却被保安大叔发现了。小帅为了义气没有出卖同学，却被班主任赶出宿舍1个月。瓢泼大雨的夜里，为了躲雨的小帅再次被保安大叔发现，也许是于心不忍，大叔留小帅借宿了1宿。可小帅想不到的是，这个保安大叔竟然是一个数学天才。大叔叫李学成，是一个背叛北方的叛逃者，如今在这个私立高中当保安。看见小帅书包里掉出的数学试卷，老李忍不住都填上了答案。第2天上课，班主任开始提问试卷答案，小帅看到试卷上全部正确的答案，内心慌得一批。昨晚遇到会数学的狐仙了吗？他来到保安室询问试卷是否是老李完成的，结果被老李赶出了屋子。晚上复习的时候，他听到同学们讨论试卷，考题简直太难了，就连家里请来的精英家教也做错了7道题。小帅突然眼前一亮，对于他这种没钱上辅导班的穷学生，可能遇到宝了。虽然老李对他还是不理不睬，不过小帅并没有放弃，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接近老李。可能是傻人有傻福，老师们的对话正好让老李听见了。对于小帅这种学生，他们也很头痛。小帅的家庭情况他们都知道，这种穷人家的孩子内心很悲观，他们连说话都要注意，很怕伤到他的自尊心。他们只能私下劝这些孩子转学，也许是心疼这个孩子，老李让他进屋了。老李给他一张纸条，那是一个废弃的实验室，让他明天带着草莓牛奶来这里。第2天，老李来到了废品收购站，这是他在这个国家唯一的朋友，名叫大成。大成总让老李来他这里工作，至少他可以照顾老李。老李还是拒绝了，他这次来只是买几个破旧的台灯。夜里，小帅如约而至，拿着草莓牛奶来到了实验室。老李还算满意，给他定了3条规则：千万别告诉任何人这里发生的事；第2，除了数学不要问其他问题；第3，我会教你数学，但我对考试和你的成绩不感兴趣。师生关系正式确定，老李开始给小帅上第1节课。从这天开始，2人每晚都会进行秘密数学课外辅导，而学费就是老李最喜欢的草莓牛奶。每天的相处也让小帅慢慢的了解老李，除了喜欢草莓牛奶，这老头喜欢的只有数学和巴赫的音乐。老李对小帅的影响很大，既是学习上也是生活上。小帅在学校里的一个朋友转学了，他也是生活在靠福利救济的家庭，这对小帅打击很大，也许他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种学校里。老李像父亲一样鼓励小帅，数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并不是天才和努力，而是勇气。只有那些性格沉稳而坚定的人，才会最终获胜。他拿出小帅以前的笔记，虽然上面很多都做错了，但做题的过程是正确的，所以转学是否对错并不重要，还是让小帅应该证明自己。这一番话对小帅来说就是醍醐灌顶。秘密教学很快过去了1个月，小帅每日购买草莓牛奶，也引起了同学阿珍的注意。他跟踪小帅，看到黑板上的数学公式，他立刻意识到老李在给小帅补课。阿珍一个劲夸赞老李，谢谢他照顾小帅，因为他是小帅的女朋友。小丫头绝对是自来熟，没一会就跟老李混得贼熟，就连以后是否可以经常过来，老李也同意了，只是让他保守秘密。老李这一生都在研究数学，对他来说，数学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，而且在生活中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表示，这才是数学最大的魅力。老李让阿珍帮他伴奏，而他要用圆周率给2人弹一首曲子，把数字换成钢琴对应的音。演奏正式开始，小帅的数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班主任教课的时候，他也指出了答案的错误，可老师并没有承认，而是强调答案是考官定的，这就是权威。面对老师的强势，小帅一反常态，他对老师大胆地说出我要留下。大成还送给老李一部智能手机，这样就能听听歌。可收到礼物的老李
却是用手机来查询数学论文。小帅找到同学要了实验室的钥匙，偷偷进去复印了一份数学论文，这可比在手机上看要清楚得多。收到这个小礼物，老李心里美滋滋，脸上却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。明天就是比赛的日子，因为这个奖项会记录在学生的档案中，对考大学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学校将这次比赛作为期末考试的成绩。当试卷发下后，阿珍却愣住了，因为上面的考题她全知道。原来几天前，母亲通过关系要到了考试试卷，联系人便是班主任。阿珍没有答题，她直接走出了教室，她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就连小帅发信息约她也没回任何消息。小帅今晚约老李和阿珍去听巴赫的音乐会，音乐响起，老李热泪盈眶，虽然还是面无表情的方块脸，但老李内心却很是感动。他亲自下厨，给小帅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的确是太丰盛了。看着狼吞虎咽的小帅，老李想起了他的儿子，而阿珍居然把试卷泄露的事情发到了学校网上，这下可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。校长让班主任赶快控制，否则传到教育局会引起轩然大波的。老李带着小帅在书店买了很多书，小帅还以为老李中了彩票，可这对于老李来说才是赚钱的真正意义。这时一个男人认出了老李，认出了他是朝鲜的数学天才李学成。男人还误认为小帅是老李的儿子。小帅在食堂打饭的时候，竟然听见电视里说到了李学成的名字。一个名叫李学成的朝鲜数学家即将证明黎曼。假设当其他学者验证了他的论文，克雷数学研究所会奖励他100万美刀。而电视中的吴教授在40年前与老李相识。小帅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李，却让老李情绪突然变得激动，感觉自己泄露事件的事情要败露。班主任销毁了一切证据。当他准备跑路时，校长的电话竟然打来了。校长给他一个 U 盘，里面记录了小帅为老李复印数学论文的视频。偷与不偷显然已不重要，这个锅肯定是要扣在他头上了。班主任用心良苦地劝他转学，这事就会平息，他会帮助小帅找到最好的学校，否则小帅可能会被判5年监禁。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学校。阿珍知道那天小帅只是复印论文。另一边，在韩国 NIS 部门也得到了朝鲜方面的消息，他们目睹天才数学家李学成被男方绑架，要求对方速度归还。大成也在里面，他竟然是 NIS 人，一直在监视着李学成。他们又得到一个消息，美国也会派人来调查黎曼假设与密码学有关，不仅是军事加密，也涉及到电子商务、网上银行和网上购物，所以他们要让老李在电视里露面，并声称自己是自愿来到韩国的。可大成不同意，老李的儿子去世了，他现在的状态不适合露面，可同时却用上级压他。书店里相遇的男人也找到了老李，他也是脱北者，他劝老李跟他回国，只要回国待遇非常优厚，而且自己也不会受到惩罚，否则男方投出橄榄枝，他再回去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老李愤怒地赶走男人，大成也随后来了。他一直都把大成当作在这里唯一的朋友，结果都是假象他真的很失望。他准备离开这里。大成并不是想监视老李，而是想保护他。他也一直当老李是朋友。他把老李研究黎曼假设的论文初稿交给老李。3年前他背着老李留了下来，可老李根本不买账，他儿子就是因为这个死的。现在他只是保安。小帅也来了，他只想让老李留下来，可老李根本不听任何人说辞。老李来到了车站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何去何从。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男孩，简直跟自己的儿子太像了。在儿子的眼中，老李是个除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。他恨父亲带他来到这国家，他怀念自己的祖国，他拼命地向北方游去，可他不知道他的下场会是什么。面对老李的离开，小帅也心灰意冷，他偷出妈妈的印章，填写了转学申请书。比赛颁奖仪式即将开始，小帅却拖着行李准备离开学校。阿珍突然出现了，小帅没办法，只好跟着阿珍来到会场。仪式开始，曾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吴教授开始讲话。正当他讲得兴高采烈时，老李大步走了进来，班主任立刻前去驱赶，老李却慢慢掏出了钢笔。吴教授激动地走下讲台，他没想到40年后真看到了李学成。他隆重介绍着老李。老李上台开始讲话，老李并没有讲数学方面，而是说出小帅被陷害了，并且指出班主任就是陷害小帅的人，是他们泄露了试卷。班主任恼羞成怒，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声越大，看样是要跑路了。还了小帅清白，老李离开了。校长也承诺要严查泄露事件，并拒绝小帅的转学申请。大成驾车带着老李离开，他将老李的手机扔出窗外，接着交给老李护照和机票，告诉老李他想去哪里都可以。大成把钢笔和手稿交给了小帅。3年后，小帅去参观数学研究所，他拿出了草莓牛奶。既然学费已付，那么免费补课班又将到来。这部电影看起来像是在讲数学，却是在反映一个人生的故事。数学是很多人学生生涯里的噩梦，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它。电影中的男主也是个数学放弃者，老李去教他寻找数学的趣味和过程。数学很简单，如果你不这样认为，那是因为你还不知道人生有多困难。这部电影
也似乎在讽刺以升学为目的的教育体制，将当下高中生竞争激烈的学校生活也描绘得很深刻。全力备战高考，无法喘息的压力，害怕自己掉队的恐惧，一旦被落下，就再也看不到前面的曙光。这就是当下学生们的现状。每当回忆高考的那段岁月，留下的也只有深深的怀念。这部电影的结局也不错，大橙子还是在乎老李这个朋友，私下为他做了牺牲，而天才数学家再度拾起热爱的数学，也拥有了一个很棒的环境。3年后，师徒两人再次见面，满屏幕的数学公式也见证了两人对数学的喜爱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